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2月19号，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 15K、16K 抄底做对的多单，你尽量给我先看到 100K， 然后看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除了美国资产负债表的原因，还有哪一些原因？如果根据美国家庭总负债的一个规模去比对比特币，如果涨到10万美金或者是100万美金，它的市值匹不匹配？或者是等下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比特币现在昨天一根大量，现在价格还是稳在这个上方，很强势哦。当然不排除短线现在开始缩量，为什么这个位置有可能还是震荡？如果真的有在高点，我的观点也类似这几天跟大家讲的，我们去观察一下，目前上方的一个压力位，就是上面有套牢盘哦，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这个区间有套牢盘。那压力其实是在29000附近的整个区间，跟20年疫情当时牛市起来之后，这边也是稳了很大的一个区间，主要是在洗这个位置的筹码，在这边继续洗完以后，它最终挑战这个压力位的时候，就开启一波暴涨的行情啊。有可能目前短线我们尽量观察吧，你多单给我抱住，但是要做的买点前面这个低位其实压回来的时候有搞了好几笔啊，我手上不光只是有狗狗币的多单，还有其他的多单，我只是没秀出来，包括尤恩癌也是有啊，或者是其他的其实也是有，只是重点跟大家聊这个比特币跟狗狗币。我的观点是，反正你尽量给我耐心持有吧，或者是等下也来跟大家聊一下狗狗币以及比特币、以太坊的一些技术形态。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给我们邀请链接注册，或者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简单看一下比特币，大家都知道比特币在牛市上，它如果大涨的情况下，疫情20年的整波牛市，它是涨了16倍哦。那如果更早之前，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的牛市，它是涨了120倍，而且12年的牛市，它是涨了多少倍？这边是600多倍哦。那我们可以看一下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细心观察一下，之前有跟大家讲过的一个观点，就是当时疫情爆发以后，如果从19年的接近年底的关口，它这边资产负债表的规模大约是在37000亿附近，而且疫情爆发以后是一度向市场放水了有超过1倍哦。我们可以看一下最顶峰的位置是接近89000亿，差不多就接近9万亿啊，所以规模是非常的大。然后我们要记得20年当时的涨幅，整个牛市才涨了16倍啊，规模这么大的一个放水才涨了16倍。如果历史上我们去观察一下，比如说2012年，它这个位置整个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是在28000亿附近，到14年的这个高位，放水的规模都没有超过1倍啊，这个位置顶峰的位置大约是在44000亿附近。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我们就单看比特币历史上的几波牛市，这个位置就是2012年的底部，涨到14年的顶部，这边是涨了超过600多倍啊。所以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放水都没有超过1倍的情况下，都有几百倍的涨幅。那我们再观察一下，比如说15年的底部，然后涨到接近17年年底的顶部，也是涨了100多倍。我的观点是，疫情当时美联储放水的规模超过1倍的情况下，其实涨幅16倍还是相对有点少，所以这一次上去牛市上去，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如果我们看这个交易对，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这边是不是，如果这边真的是大级别周线里面的1浪、2浪、3浪、4浪、5浪，当时69000逃顶在这个高位也是跟大家讲，细分浪里面也是有一个1、2、3、4、5，你尽量在这个位置逃顶。现在如果我们看大级别的周期，这是不是一个大1浪，然后2浪回撤，是不是要开启大3浪？反正我的观点是，我们尽量多单，你给我继续选择抱住啊。然后有些朋友也是在聊，比特币如果 100K 也就是10万美金，或者是去 1000K 涨到100万有没有可能？他是讲如果涨到100万的情况下，它的整个市值会到多少？我们要去思考一下，现在整个流通量是在，我就按2000万枚来计算。你如果涨到10万美金，我刚刚有去计算了一下，你自己去计算啊。如果是按2000万枚，我的观点是你尽量取一半，
就以1000万枚来计算。因为思考一下，如果一个东西在涨的情况下，很多在低点买的话，它一般会有筹码吸收的情况，所以2000万枚在历史上也是有很多遗留的问题。比如说有一些丢失的比特币，可能都有接近900万枚还是1000万枚，我也不知道。所以我的观点是，你如果计算市值，尽量以1000万枚来计算，那去乘以10万美金，它的整个市值其实就1万亿美金左右啊。那今天也是有看到一些新闻，美国家庭的整个负债是在16万亿美金附近。我的观点是，这整个规模的市值，如果它真的涨到10万美金，整个比特币流通的市值或者是筹码吸收的迹象，有可能整个市场上最多也就1万亿美金。那如果真的将来涨到100万美金的情况下，我的观点是有可能整个规模市值也就10万亿美金啊。而且这只是针对美国啊，全球的其他国家难道没有资金去推升吗？整个美国那边的家庭负债的规模是在16万亿美金，那大陆的呢，或者其他国家的呢？反正我的观点是，未来10万美金涨到以后，你再看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甚至可以留一点去等有没有可能涨到100万美金的比特币。当然，短线为什么有可能目前还是在横向震荡当然也不排除它有可能会奔走型整理，去测试一下前面的这个28000或者是29000的这个压力区。昨天视频已经有跟大家讲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20年疫情牛市起来之后，这边不是有一根相对比较大的一根量，就是这一个上影线，我们可以拉进来观察一下，就是这一根 K 线，它后面是有奔走型整理的高位，就是在测前面的几个矩形的压力区，比如说这个位置的矩形有压力，前面的这一个19年的当时高位也是有压力，它这边奔走型整理也会有压回，然后其实就在整个区间里面横向来震荡，它的低点就没有在收盘的时候跌破过这个低点。目前我的观点是一样，手上是还有一些短线的资金，只是不多了。如果要压回的话，我也是想看还有没有可能再帮大家炒到一些低档的位置。不过现在的一个观点是它在缩量，那我的观点是，你如果真的资金还有的话，就先等一等，因为4个小时很明显的观察一下，缩量的情况下，这边已经有一根螺旋的 K 线啊。那我的观点是，有可能4个小时是不是要震荡一段时间？至于整个日线，我也是在观察还有没有可能继续往上去强势的钝化。因为之前一波 KD 它在这个位置2个指标 K 值跟 D 值全部突破80的时候，就是在这个位置，也是希望朋友们去追哦。因为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整个比特币在1年多的走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 KD 指标，半年多以来它什么时候有来到这一个80上方，就只有这一次啊。所以当时在这个位置给大家命中，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报未来。那现在这一次感觉经过一次回撤以后，它又来到这个附近，有没有可能又进入80强势钝化区？但是我的一个观点是，你尽量观察，如果真的要买的话，这边现在短线是有一点背离啊，背离一般是不适合，就是说去买，但是也不是说让你真的就要买，因为趋势是非常的强势啊。我的观点是，包括这个 MACD 一般在零轴上方都是你很重要的一些买点，有压回的位置，你尽量在接近。比如说红柱放了10根、20根左右的时候，基本上都可以买。上一次为什么这个低档位置也是建议2万1附近继续买，主要就是这一根颜色都开始变了，所以它这个位置就是一个转折。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狗狗币啊，狗狗币手上的多单前面有程序的信号，你如果有买的话，我的观点是也可以继续报一部分啊。不过它短线现在是在缩量的情况下，有可能也是在测试这个压力。反正我们就观察吧，这个压力到底能不能挑战，最好是过的时候必须要放量。还有以太坊其实还在测这个1700啊，1700到底能不能过？现在缩量最好是过的时候要放量，而且收盘能给我有效收在1700上方 K 线的实体啊，不能只是上影线，盘中的都不算。反正尽量我们看收盘吧。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